你如果天然觉得这里是华人社会，我过来什么都不需要适应，一定会吃很大的亏。那我们俩今天就想总结一下，就华人过来会碰到哪些问题，那些误区是什么？我觉得我来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感受到自己是个外国人，直到某一天我非常兴奋的在 WhatsApp 上面跟一个在美国的好朋友在聊天，我说那些外国家长怎么样，然后当时朋友就纠正我说了一句，他说你要注意啊，你自己也是外国家长哦。对，就是在那个 moment 应该是过了半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哎呀，我原来在马来西亚是个外国人身份，也真的是跟在上海没有什么很大区别。那说明我们做得好呗。但是他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一句话就点破了事情的关键，就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行为也好，心态也好，我们用这个方便法门，就是去到马来西亚以后，你想要好好适应，我个人觉得就2条。第一，你要知道你是外国人，你别觉得说，你们中国人怎么，你见的马来西亚人，你怎么能说中国人嘛？这是第二呢，你要忘掉你是外国人。这2条感觉相反的，但我觉得这就很妙。首先，你要记住我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有了这种尊重，有了对这种差异的认识。第二，你要学会融入。对，你说到第一点，你说要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可能在英语当中的表述，我们都可以说自己是华裔嘛，可能就是都是 Chinese，但是这个 Chinese 下面是有不一样的概念，既可以理解为是华裔，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人，对吗？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要理解，在这边跟我们长得很相似的黄皮肤、黑头发的，我们见到的这些是华人，他们的祖先可能是跟我们同根同源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但是他们现在跟我们更多的只是曾经祖先上的一个连接点。对，像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上就要很注意，你是外国人啊，你要跟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不要忘了老祖宗啊，或者以前中国怎么样啊，甚至于不经意的你跟别人说你的祖籍是哪里，都是我觉得问法都要注意了。我感觉这个听起来就比较有爹味，有一种暗含的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好像说你跟我是一同的，不是的。对，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常年的封建的他的统治的方法是要让大家了解说这个就像李光耀讲的嘛，追求一种大圆满，这种大的融合是他的一个政治逻辑。所以我们不能来就说你应该怎么样，或者好像你有没有回去看过啊，这些思路都好奇怪的。对，你不能感觉说别人你好像是像一个主人，然后你是主人巡游这种感受。我曾经很多年之前我也有一个非常深的切身体会啊，那时候是我跟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同事，华人同事，然后我们一起在中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办事。当时这个政府部门呢，他可能这个官员是为了套近乎，当时就看了我同事的一些身份信息，我同事他的名字里面如果翻成中文他是姓王，三横王，跟你一样的姓。那个官员就打趣的说了一下，说王先生是中国人吧，祖宗上以前是中国人嘛。很容易说出这种话。那个同事当时就脸色立刻就变掉了，然后非常认真的说了一句，我是新加坡人，我不是中国人。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注意。你看我跟包饭老板采访的时候，我说哎呀你祖籍哪里，其实我知道我说错了，大家纠正你，因为我问了好多遍他没听懂啊，就说明他不是这个说法，对吧？那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外国人，还是这句话，别人可能是尊重你。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朋友，他都会讲哎呀国内现在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别人对你尊重呀。对，别人知道你是中国过来的，跟你讲国内，这是把自己身段都放得很低了。对，他是为你着想嘛，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让你能够听懂的语境下面，但是这个并不是人家的义务，而是人家的一种善意。我倒不觉得中国过来是存心的，或者不，这确实我们长期的在单一民族很长时间生活，也没有太长的海外生活经验，是没有这个生活经验的。对，你会不知道人与人的不同有这么多。我再举个小例子，比方你问别人说Miss Lee 啊，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别人有中文名字吗？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是别人小时候父母这样叫他，也教他说你的名字是这么写，同学之间小时候称呼过。那他们称呼就很简单，比如说阿后啊、阿初啊、阿麦克啊，人家就是这么叫来着的，他不是他法律上的在护照上的名字。对，或者他可能就是一些拼音的拼法，你就很尊重的那样去叫他，或者人家护照上写的就是一个英文名字，对吧？你就 John 就是 John， 那么 Michael 就是 Michael， 你就得这么叫别人，这个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就是。对，还有我想很多观众也跟我们在留言当中提到，现在好像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说中国的一些博主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就坚持使用国语、华语。
走遍天下，然后去拍摄这种自己对着印度裔的、对着这个华裔的、对着马来裔的同胞，直接就讲中文，哪怕别人听不懂的情况下，可能就再三的重复这个中文，仿佛多说几遍就别人能够听懂。那我也感受到了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他们觉得这个行为是很不能理解的，对，不太礼貌了。你这个虽然是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华裔，他们也许是非常流利的能够讲中文，但是你不能抱着一个所谓的宇宙中心唯我论的概念，带着自己的语言走遍天下，不是这样的。对，只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外国人，那我们还可以再说，在与这边的人打交道，不论是华裔还是马来族还是这个印度人，我们在打交道，我会发现啊，大家因为生长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也不一样，这里大家基本的礼仪礼貌还是非常注意的。应该讲像我们生活在上海，我们也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也在工作场所工作过，但是我觉得他们要比我们平均的注意的水平还是要高不少。怎么说？举个例子。很简单啊，就是你跟人正常的接触，大家不是那么急。因此就是你有时间会停下来，如果你撞到别人就停下来说哦不好意思，然后你任何帮助别人说谢谢你，虽然说这不稀奇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在上海在北京都是不怎么说的，其实也说，但没有这么频繁和真诚，我觉得。OK， 不好意思，我前面要再补足一下关于这个语言的问题。一个是中国人带着一个执念，好像觉得华语说遍天下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说，你带着华语说遍天下，以及在马来西亚说华语是可以生存的这样一个思维定式，其实是把你自己语言学习的这个雷达关闭了。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我们看到的这些中国家长，一方面是抱怨自己英文不好，一方面是来了好长时间人就不见起色。对吗？他们可能会督促自己的孩子去补英语，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也应该为了融入这个社会去做点什么，去学点什么？对，这都是要知道，自己是外国人。我还举一个小的例子，你像我们跟别人讲，我都要自己要很注意，你要说华人，你不能跟他说，哎呀，你是中国人，这个不是这样，刚从中国过来很容易脱口而出的，对吧？你说中国人怎么样？其实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你再尊重别人一点，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说，哎，你们是不是想学华语啊？能不能跟我讲华语？你跟他说中文，我觉得，我觉得中文也会有一点地域性的一个优越感哦。其实它是华语，对，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倒是无伤大雅。但是如果你稍微注意一点，你说华语呢，跟别人的语言习惯比较接近，而且我们说华是没问题。你用中的话，多少跟国家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系，别人有可能会觉得，这个太偏向你了嘛，这种说法。对，这都是要把自己当一个外国人。所以我觉得还有了，就刚刚讲的一些行为举止啊，礼貌的事情呢，刚说了一些小事，还有大事了，你知道吗？像我们那些朋友啊，代理啊，然后看一些新闻，经常看到说，比方说这边要办第二家园或者一些签证，确实来讲，不管是旅游局还是移民局，办起来都是挺难的，挺慢的，挺让你感到不可思议，很难理解的，但是不能大吵大闹。因为经常听说，哎呀，当场没办下来，结果就在那个办事厅政府部门里面大吵大闹。这边的政府部门，你看进去为什么要穿这个比较正式的有领子的衣服，女生都要全身覆盖，而且男生要穿长裤，因为大家把去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比较在意的东西，然后又是马来人为主的一个政府部门嘛，他们本身对礼仪的这些要求都还是比较高的，就你讲礼貌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很重要，意味着就如果你不讲礼貌，那也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对，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这些人他表达自己的这个不满和失望，他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我相信这边也会有一些投诉专线啊，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这种反馈信箱，对吗？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但是尤其是你是一个申请者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话，我是觉得你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你发表自己这种很强烈的这个情绪的表达，一方面是影响了这个整个可能办公区域的一个安宁，第二个可能是给其他人带来了骚扰，第三个我们说的严重一点，我可能不太懂这边的法律，我觉得是不是一种公开场所下的一种骚扰滋扰行为，可能会对你作为一个申请者，将来如果是有人去报警的话，你进了警局给你自己留下一个黑名单，这个其实更加得不偿失嘛。我觉得成熟发达的民主社会啊，他们就是讲究你要很尊重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千万不要去这种破坏它这个整个集体规矩的。像我们朋友不是也跟我们分享过，在他们其他城市的一个小区嘛，同学家长之间因为小事吵起来以后，结果大打出手，然后保安都说几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了，把他们给抓到这个警局里面去，再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别人是很认真对待的，有可能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了，他的很多法律法规没有这么明确执行，也没有
这么严，他可能说，哎呀，所谓叫教育一下就把你放走了，但这里可能你就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本来就是移居者，移居生活过来的，我让你永远不入境可以吧？对，我再也不允许你来马来西亚，我不欢迎你可以吧？就我觉得这个要很小心，这个千万不要有任何犯错。对，我们在这边是一个移居者，而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因为麻烦制造者的对你的定义是你的这个行为的接收方认为你是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对不对？对。那像这边的人都会比较怎么说有善心，比较有这种正义感。他们如果观察到了你这些行为的话，他们也许采取了报警的措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对你来说你是不能承受的一个后果。对。还有些行为上呢，就是我们要更好的去融入当地社会，要忘了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怎么说？你们毕竟有很多相似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看我们和当地人在约一些时间来办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呢，确实也比较讲究效率，大家心呢也比较急，说好的什么时候，然后呢提前约完以后，你一定在那个时候会期待它的出现的。但是这个可能虽然说起来有些负面，但我觉得要去调整和适应。就这一边呢，我觉得往往得说上几遍，别人如果跟你讲，哎呀下周吧，那有可能他也不会真的来找你。或者我也碰到过好几次，大家约好了，他临时就取消了，然后总是说家里人生病啊，或者自己有点不舒服啊。我说不上好坏啊，但我总归是要求自己去融入和适应当地的办事的文化。那你可能要调整一下，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挺正常。对，是很正常。我讲的是一个负面一个小案例。我明白你觉得是负面，但是我觉得这个负面也许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的关系，我们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就是你要准时，你不准时的话，你后面有怎样的后果，人家会觉得你不牢靠。那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是在跨国企业工作嘛。老实讲说，我接收到的这个所谓的准时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讲说，跟欧洲的同事，尤其是法国同事，他们一个会议上面迟到5分钟，这个叫对你很礼貌；20分钟是家常便饭。然后至于像什么希腊的这些，他们一个会经常迟到1个小时的会他可以迟到半小时。所以我觉得不代表什么。如果你不能够承受这个别人迟到的后果，那么你就走好了没有关系。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是再约又怎么样？对啊，就每个地方我倒是觉得有它的原因吧，就大家的办事节奏也不一样，大家你可以严以律己。是，你不要去严以律人，对吧？就适应大家的一个节奏，我觉得挺重要的。虽然说这个要求有点高，但是适应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些好的地方，你像这里这个朋友啊，都通常比较热情，哪怕是过年大家邀请你到他家里去玩或者经常来也会送一些礼物，那你就多好的机会就融入大家，忘掉自己是个外国人，我跟你们不同，把这个忘了。那边人去玩就大大方方的玩，带一些小礼品，看到小朋友也给他们一些这个小的红包。你知道了解融入进去，那不就能交到朋友吗？但是在大马交朋友，如果你是生活在西方美加澳新，我想那还是要简单多了。对，就比如讲说我们上次去看舞狮嘛，我们两个因为都做了功课，我们知道舞狮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这个舞狮团他们戴着狮头套会来观众这边巡游，这个时候是观众包红包给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包了红包给他们。那像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太知道这些当地的风俗，我们作为外国人学习一下 ，Google 一下，都能够学到。对，这种就是我们讲在生活当中忘记自己是外国人。在马来西亚，你很简单，就相对来说，比方说你是去美国社会、加拿大社会，那你真的是从小学1年级开始，别人已经是大学毕业了。那在这里，你好像小学都已经念过了，你好像不大。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觉得所谓礼尚往来，或者说是叫无功不受禄嘛。这边的人一下子没有来由就对你很有善意，其实我们心里一开始会觉得惴惴不安，我们会想的。其实也是出于善意的说，我怎么回报他？有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动作会有点变形，比如说别人送你一样东西之后，你就立刻回礼。其实我现在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别人给你的善意你就接受下来，然后你记住来日方长嘛，然后你可以再过一段时间把它再约出来，然后大家就有来有往，细水长流了。不必要说当即立刻马上对等，不然或者加一点给人家，别人总感觉你要消除他给你送礼的这个影响，你要就马上要清了这个账。对，这个没有必要。对，还有我觉得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外国人，这个也是你刚刚提醒我的。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发现这边跟陌生人哪怕聊天的时候，他们会经常会很直接的问你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有时候经常我们新朋友认识他就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像这种问题我们可能在中国会觉得说这是隐私，不太好意思去问别人，对吗？但是我发现如果别人都问了我的话，其实我也可以问出去嘛。
所以我是最近做了心理建设之后，我发现说，如果有新朋友问我说，哎，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之后，我也会在适当的机会的反问一下，请问你是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这样不就深入交流了吗？也说明他的大门这个向你打开了，对吧？那可能你更加职业一点嘛，在我是觉得很正常的，我一切都被别人这个透明。是吗？我现在要返回来讲一个要把自己当外国人，就是你不要忘了，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怎么说？是很容易忘记的，因为你比方说你看到其他族裔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从小生活在大马的环境，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但你生活在90%都是汉族的社会，你跑到这里，说实话，你看到包着头巾的马来族，点着红点的印度人，你其实是会感到有点不适应和感到很新奇的，而这种背后多少有一些因为不了解和不适应，你会感到想避而远之，对吧？想觉得说，他跟我们不一样，甚至于再狭隘一点的，你就会觉得，那我不要去，就是主动划开这个界限，也会有的。其实，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放下你的心防，我觉得观察一阵子以后，其实是很容易去接受他们的。对，我会觉得他这种设置都是有他的道理的，不管是他的宗教习俗，还是他的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作用，我就会欣赏他们。那头巾也各种颜色、各种材质的，还挺美的，对吧？很多印度朋友都是挺友善的，应该是他们的个性。所以我觉得你要放开心，你要知道，碰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只会带来很多好处，比方说大家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各地各种族的一些创意，他们在常年生活中积累下来的智慧，都会变成美食啊、生活习惯啊，这带给我们的是好处嘛。你要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外国人，不要拿你的那套习俗和文化习惯这个施加在别人身上，或者就觉得我就跟他划清界限，我不继续接触这个，都太可惜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比较抽象的。我举个例子，好比讲说，我们经常会忽视的一点，走在路上，经常我们看到别的族裔的人就是面带微笑，而且是神情自若的双眼望向前方。有的时候他的目光迎向你，我们可能以前本能的动作就是回避。其实是可以胆子大一点，我们也迎上去，可能就相互微笑一下，甚至说一声早上好、下午好就可以了。是。那我们在平时办事啊。出门啊，这个上面你觉得有哪些行为可能是作为外国人要改的，要适应，不然就踩了雷区了。我观察坐电梯啊、排队啊之类的时候，我觉得是要保持非常适当的距离的。你看我们平时逛商场，一个电梯来了之后，尽管可能电梯里面只有一家人上去了，大部分的人除非是赶时间的话，他们就这样一个电梯是这一家人，然后门关上，不会说一定要挤到说，好像我把它塞满。是充分利用。因为我在办公楼还去过一阵子啊，我们这个公司以前这边有一个办公室，我那时候就很清楚的观察，早上很明显，早上大家排着队等着上电梯，不都要排到外面了吗？几十个人，但是我看一个电梯一般进7、8个人就停了。但是在上海最高端的地方，你比方说你们在恒隆广场，大家应该都是人会往前塞的蛮多的，对，塞得挺紧的，然后借过一下进来。我觉得这里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我后来我就理解到，因为大马哪有这么多人，他们可能连我们5、11的时候像下饺子一样的景区的人都没见过，觉得是很一种奇观的。这个我非常不同意，因为你看我们节假日去是商场 Sunway Pyramid 永远是这么多人，Bukit Jalil Pavilion 也是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我觉得首先是有一个彼此的分寸感和距离感，他知道说，就应该让你保持舒适的一个。乘坐电梯的一个感受。第二个就是没有那么着急啊，我多等一部电梯又怎么样？我就不是虽然说时间就是金钱，是 ，Come on， 很多时候何必要这样呢？对。我可能讲的有点偏激啊，就过分强调了是人多少引起的，但很重要的也是和我觉得是教育和文化，对，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总之呢，就是大家要适应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大马人和人之间必要的社交空间和心理空间还是蛮大的，我们要维持好这个空间和分寸感。对，我为什么觉得这不是因为人少的关系？因为我观察 Wilson 我们自己的小孩，他就在国内，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正常，如果人下完了，我就可以立刻接上去走过去，但是我发现这里不是，这里一定是等到下面下电梯的人全部走空了之后，大家坐电梯的人再走进去。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跟 Wilson 去解释这个，你不要这么着急，不要那么无缝衔接上去，就等一等。是，对，这是一个。那争先恐后应该还体现在排队插队嘛？我记得不是也有个观众留言，他提到过是吧？他在中国生活过，他觉得哎呀，为什么中国人都挺喜欢争先恐后的，就插着队往前走的？
这个我也是很不能理解。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总是有一种所谓的时间就是金钱嘛。然后我排队，我在这边无谓的排队，他认为是我不值得排队这件事情上面浪费那么多时间，他有一种大聪明的意识。但这个就说起来就比较深了，我觉得它一定会和社会啊、文化啊有很强的关系嘛，你长时间以来会形成的。但我就说2点吧。首先就是跟我们小的时候比起来，总体它的这个秩序感已经是在进步了。第二呢，确实大家还是各种增强很多的。你比方说路边一个绿灯亮起来，在这争先恐后的向前走，飞机上一停下来还没有就是那个 taxiing 滑行还没结束，飞机还没停止的时候，他就噌的就站起来，哒哒哒哒，声音就是把行李架全部打开了。对啊，确实很赶。因为我以前也是，咱们俩哪怕每次出国旅游2周，一回到浦东机场的那个飞机停下来，我就感觉有一种感觉，就是竞争开启，回到了，就看竞争了，抢着下飞机，抢着过海关，抢着打出租车，所以就是真的就慢慢来，其实多一点时间。首先就是一个社会礼仪吧，先来后到嘛，对吧？对，别人排着你就不应该插。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是有急事，你应该把你的尊口开一下，请求别人的这个谅解，是不是我可以排在你前面，对吗？你不能够就理所当然觉得我是大爷，我是皇帝，我就插一下插你，无声无息，不打任何招呼，这个是错误的。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这集讲了这么多，没有把它理起来，是因为这些点太多了，但我们的框架不变，就你融入到大马，不要踩雷，就体现在你的行为举止加上心态各个方面。你要做的2件事情呢，我们的方便法门就是首先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外国人，那通过观察，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你要忘掉自己是外国人，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然后去积极的融入这个社会。这2步走，我想会做得很好。对，当然我们也没做得很好，反正跟大家多请教，多学习吧。对，我觉得要放弃一个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人，我好像已经全懂。你有这样一个就是叫 preloaded 这样的一个思维，其实可能把我们思维当中的一些地方把它腾出来，把它成为一个半空的一个容器，我们再去看一看不一样的地方，对，不一样的文化感受，然后把它装进去，对，混成一种新的饮料，罗加，OK，